可以，看来以2021年的知识，连 AI 都觉得三星不会消失。哎，不对，确实哦，消失的不是 Note， 真消失的是 S 的超大杯。12年前的2011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，当年 OPPO、vivo、小米都发布了第一台智能机，诺基亚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和微软合作，推出了第一台 Windows Phone 手机，看来都想在2012之前干一波大事哦。三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掏出了他们的第一台大屏手机 Galaxy Note。当时 iPad 刚刚发布1年，既然 iPad 能在笔记本和手机之间找到一个位置，那我 Note 就不能在平板和手机中间找个位置吗？嘿，别说，还真成了。这台手机甚至都不该被称为一台手机，它16:10的屏幕比例让整台机子显得非常的胖，单手用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不知道小伙伴们能不能想象，当时手里用的还是这种。第一次见到这么巨大的手机是什么样的震撼？那时候很多旗舰机分辨率也就480×800，iPhone 4S 的视网膜屏也不过960×640，Note 这块1280×800的 Super AMOLED 屏幕，对别的机子那显示效果就是降维打击。为了让巨屏显得有点用啊，它还带了一支笔，能速记，能自由截屏，能画画。这支笔可以说是决定了 Note 系列的灵魂，贯穿了整个 Note 系列的进程。但是在当时，这可是大逆不道的行为。好不容易手机进入了电容屏时代，甩掉了那根笔，你又给我弄回来了。Who wants a stylus? You have to get them and put them away, and you lose them. Yuck! Nobody wants a stylus. So let's not use a stylus. 然后事实上 ，Note 初代发布9个月之后，销量就超过了1000万台。受到初代 Note 的鼓舞，第2年 Note 2继续打磨 S Pen， 并且把屏幕改得瘦长了一些。果然，这一代的 Note 更夸张，1个月就卖了300万台，2个月就达到了500万台。Note 系列就这样打好了基础。但是三星并没有停滞，又过了2年 ，Note Edge 在2014年发布，这是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曲面屏。前面的 Galaxy Rounded 和 LG G Flex， 一个上下弯，一个左右弯，有点不明所以。第一次见到 Note 的感觉可能是震撼，第一次见到 Edge 的感觉那就是科幻。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 ，Note 就已经是2K 屏了。遥遥领先。在2014年的时候，曲面屏还需要被赋予实用意义。三星绞尽脑汁，给侧面多出来的这块区域加上了各种功能，这也能滑动各种各样的工具条，我还能调出来尺子。我的手机就是尺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条东西截图能截到，能下载。哎，我偏要截图。千里喵的 Note Edge 这可太装逼了。这个时候距离曲面屏爆发还有4年。仅仅1年后 ，Note 5迎来了 Note 系列的第一次大改。之前的三星有个尊称“万年大塑料”，能把塑料做得像金属、像皮革、像素皮，但就是不换。坚持了5代之后，三星终于愿意给 Note 5换上曲面玻璃背板，加上金属中框了，还顺便带来了无线充电。S Pen 也第一次改成了这种哒哒哒的设计。猎户座7420在当时大家都只能被迫用火龙的时候，几乎就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。我现在回去看这台机子，都还是觉得好精致，这屏幕那种通透感真的是夸张了。但是它的对手是 iPhone 6s 系列，苹果只用了3天就达成了 Note 51年的销量。按现在的逻辑，哪有刚改款又改款的道理？这不得吃几年老本再说？但是第2年，也就是2016年，三星 Note 7发布了，这一步直接卖劈叉，这是三星寄予厚望的重磅炸弹。也是三星最激进的一台产品，当时还几乎看不到曲面屏的手机 ，OPPO、vivo、小米都还没有发布曲面屏手机。Note 7倒好啊，直接一步到位，教大家怎么设计曲面屏。屏幕只有一丢丢的弧度，看起来很像2.5D， 但是整块屏幕延伸到最边边，在别人刚开始玩曲面的时候，三星表示已经玩腻了。三星第一代自研架构芯片猎户座8890也用在了 Note 7上面，也就是从这一代开始，用上了号称最安全的解锁方式——虹膜识别。说到安全，估计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，从 Note 3加入的 Knox 安全芯片堪称万恶之源。大家解锁手机 root 一下，顶多到时候恢复一下就好了。三星直接加入了一个物理保险，只要你解锁，主板上的保险就会物理熔断，然后三星配安全文件夹、保修什么的就全没了。想要恢复的话，就只能换主板，真够绝的。
从配置、质感到安全 ，Note 7几乎没有一点瑕疵。为了配得上这么机皇的配置，三星还跳过了一代 Note 6，让 Note 系列的编号和 S 保持一致。放眼当时的竞争对手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不出意外 ，Note 7肯定能成为一代经典吧。然而事情没有如果 ，Note 7爆炸之后，三星在国内的行情急转直下。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三星拿出了 S 系列的大屏型号 S8 Plus。Note 的优势就只剩下了 S Pen 和商务的外观，三星品牌形象下降，自家的兄弟又来抢人，还卖不卖了？難做嘅嘢又好做。從這以後 ，Note 系列的銷量就一直急流勇退，就連整個設計語言再次大改，進入了真全面屏的 Note 10也沒有辦法挽救下降的趨勢。Note 系列的消失其實已經在所難免。回顧一下 Note 由盛轉衰的這幾年，在 Note 初代出現的時候，手機還處於真正的小屏時代 ，iPhone 4S 的屏幕尺寸還是喬布斯最愛的3.5英寸，主流的智能機還是 HTC、諾基亞，甚至還有黑莓、索尼、愛立信。而智能機之外，功能機佔比仍然達到了70%。Note 在當時確實是非常特別的存在。回到今天，時代變了，就連小米13這種6.36英寸的手機都可以被稱為小屏手機。全面屏帶來的屏佔比提升，屏幕技術越來越成熟，通訊技術進步帶來的內容消費升級功不可沒。Note 的大屏優勢越來越不明顯的同時，也暴露出一些策略上不太合理的地方。三星的 Note 和 S 系列是很典型的雙旗艦。我們看一下另一個很有代表性的雙旗艦品牌，遙遙領先。雖然定位也比較類似 ，Mate 主攻商務 ，P 系列相對年輕，但是發布的時候 ，Mate 用下一代處理器遙遙領先 ，P 系列用新的攝像頭遙遙領先，大家都有光明的未來。三星就不一樣了 ，S 系列的手機往往都比 Note 早出半年，但是又用着幾乎一樣的硬件，所以在 S 也推出大屏手機之後 ，Note 剩下的主要就只是全面的功能和機皇的牌面了。然而三星再次自砍一刀，在 Note 10上率先砍掉了 S10還在使用的3.5毫米耳機口，也沒趕上高刷屏，遙遙落後。所以就這樣 ，Note 的用戶又流失了很大的一部分。然而禍不單行啊，緊接着差不多從 S20之後，手機市場的銷量就一直在下滑，一年發布5台拉不開差距的旗艦機，顯然還是有點誇張了。於是 Note 自然就被消化了。但是消失不意味着它毫無意義。Note 系列嘗試的很多東西也換了個形式傳承了下來。初代的筆視演變成了如今的隔空操作，初代曲面屏的曲面側屏也變成了今天安卓標配的側面板。但是一個旗艦系列消失，三星當然得另謀出路。於是，在 Note 消失的1年前，也就是2019年 ，Fold 系列出現了。折疊屏並不是一個靈光一現的設備，早在2011年，三星就拿出了柔性屏的原型機。2013年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折疊屏的原型，又經過了5年的打磨，才終於在2019年掏出了個不太靠譜的答案。可以說，這初代 Fold 根本就是倉促早產的一代。可想而知，在非折疊機型上受到打擊，華為折疊屏 Mate X 又步步緊逼的情況下，三星的壓力有多大？反正別的我沒有記住，就光記得 vivo。緊接着第2年，2020年的三星折疊屏捕獲了地外科技一樣，突然就好使了。2021年更是離譜，三星直接給折疊屏加上了看似不可能的防水功能，還在脆弱的內屏上寫畫畫。這年的三星折疊屏總共賣出去了1000萬台。要知道，最後幾年 Note 系列的銷量越來越低，末代的 Note 全年的銷量也就不到1000萬台，所以也很明顯 Note 的位置該空給 Fold 了。在我心中 ，Fold 完全可以說是 Note 系列的正統繼任，同樣領頭一個新的形態，同樣在試水很多新技術。哎，不信，回頭看一下 Note 初代的宣傳，也是商務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世界的盡頭是商務辦公生產力。等之後元宇宙了，就在裡面繼續畫 Excel， 畫更大的，畫3D 的。每一代 Fold 的進化速度簡直就是堪比 Note 最巔峰的那幾年，而且它相比 Note 還有一個很大的優勢，就是進步空間還很大。哎，這可不是說反話啊！相比現在的 S23 Ultra， 已經幾乎沒有什麼玩頭的配置，從第1代的時候根本看不進去。之後的2年，這麼一個遙控器就變成了一台支持手寫筆、質感超級好，還支持防水的怪獸。系統也在2-3年的時間裡面迅速的加入了很多專屬的優化。舉個例子哦，三星的多窗口邏輯，底下這一溜的圖標其實就是桌面上的底部欄加上2個推薦應用。左邊點開呢，還可以查看所有的應用程序，單擊切換。拖出來可以直接變成小窗或者是分屏，傳統異能了，3分屏沒問題。然後你還可以再開個5個小窗，8分屏，了解一下。
这些小窗还能自由地调节位置、大小、比例，甚至是透明度。但是这样一台折叠屏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。我随手说几个啊，屏幕的折痕还是太明显了，形容为裂骨都不太过分。屏幕没有抗反射膜，稍微亮一点的地方就啥也看不见了。外放的声音太小，看视频还是不够快乐。重量不够轻 ，S Pen 还做不到收纳，哪怕是磁吸也好啊。至于后续能不能来点惊喜，我个人还是挺期待的。对我个人来说，作为曾经的三星机皇系列 ，Note 贡献过很多经典的机型，也是我最喜欢的系列之一。一个传奇系列的消失，仔细看来也只是发展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。璀璨一时却突然消失的品牌都不少见。曾经我的想法就是，如果魅族没了，那我就只能转战三星 Note 或者是锤子了。好家伙，这下全嘎了。要不我喜欢一下苹果？不过往好处想，三星也没有直接把它砍掉，而是作为 S 系列的超大杯绘图转生。某种程度上 ，Note 系列的这种消失方式已经算是很好的结局了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Kell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